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不要担心我。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曾经志在必得，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如今志不在此。 You'll never forget. 希光， It's only you. 我想等双月 Moment of every 彻底脱困后， Our love's gonna find 重新回到医学界。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你 you? 知道吗？ If you ever wanna know, 自从你告诉我蛋黄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宴会结束了，再回酒店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赶得及10点钟的会。啊，希光不用我送，人家有人送了。嘿，两个人出去透个气啊，回来就跟我说：“娇娇，我明天不用你送了，我坐林雨森的车。”这就有点酸了。他们两个还天天一起上班呢，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啊？哎，我这哪叫酸呀？我这个啊，就是正常家长心态。哎，对了，希光，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就跟小林玩了啊！啊？又约好了？你怎么管这么宽呢？开了免提。哎，好，啊，开了。希光，出去玩一会儿可以，12点前要回来，知道吗？知道的，我跟妈妈也说了。我来啦！怎么那么兴奋？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没有哎，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的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
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至今没测出临界值。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脸怎么这么冷？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我有个停在这里。唐突的提议。什么？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主人热情行不行？有多热情？这个问题，哎，我不是，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走吧，带路。走。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待会儿吃，先看照片。那去书房。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浦西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有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
你们的课这么满吗？医学院是这样。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你想说吗？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不是有12点的门禁？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你可以连载。谢谢。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时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
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进入盛源半年，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别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弥补，心情平和了。我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特别厉害。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不可能。这么肯定？就是这么肯定。好。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对，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她告诉我，他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他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只有再见。再见。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丽叔。好的。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什么？每次下车之前，
但是如果我们一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希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我走了，拜拜。哎，哥，邢杰被爷爷骂了，现在面壁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他活该，不干人事。哥，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她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下次在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我爹告的状。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我是遗传。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哥，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哎，你等等我。外公，雨森来了，坐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干什么去了？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这个方案不是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哦，那你详细说说。有些类似叫钥匙工程的逻辑，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就4个字：降本增效。这4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坚持不坚持，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C 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远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你要回去当医生？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也好，但是你未来干什么，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我说送就送，你随便处置，你把它卖了，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我都管不着。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你问，你现在就问。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她正在睡觉。睡觉？嘿，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嘿嘿，嘿，你说这年头啊，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老李，上班之后立刻通知财法，着手办这件事。
哎，外公，别推辞了，快30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了。外公送你一份产业，这跟你妈妈没关系，是我的决定。回去吧，聂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回吧，回吧。告诉博凯，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他要是再做不好，就不用来见我了。给你买了咖啡，怎么样？突然叫你过去干嘛？外公把双元的股份给我了。啊？不好意思，路上堵车。张总，快坐。来晚了。我们也刚到一会儿，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等着你点菜呢。那我就不推辞了。来。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必须来一条。然后小油上湖啊。399，我在外面吃饭。卤鸭、盐水河虾。我知道了，谢谢399提醒我。好，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这个桂花鸡头米。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最后一人一碗3虾面，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够了够了，我们节食呢，这些已经吃不掉了。也是，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就这些吧啊。于森，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是。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直说吧啊！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知道什么呀？跟我们有关。小林外公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林，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难道希光爸爸不同意？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为什么呀？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希光，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而且你可以放心，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就一定会完成。那好吧，那看看情况再说。其实相比起来，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什么？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宇森了？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哎呦，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那叫习惯了吗？所以，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可以是可以，可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了2根木头。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
就不完整了呀。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那我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一根木头都没有少，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那好吧，我知道了，下次再改。还要等下次？对，我先走了。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看我心头像，藏好了。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妈，在做什么？在画图什么的。西瓜，妈妈昨天找你爸爸，沟通了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爸爸怎么说啊？他为什么反对？他说他不想再耗费精力在其他产业上，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给了小林，那小林肯定不会卖，这笔买卖估计就黄了。这个时候出售双元，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不过我向他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元的股份。妈，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那爸爸同意了吧？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元了。不，他拒绝了，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他怎么这样啊？这太过分了吧！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你不要答应他，你一定要拒绝掉。我当场就拒绝了，但是回来后，我却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西瓜，妈妈刚刚见了律师，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妈，不行，你别冲动，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宇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不会在双元。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你真的别冲动。哎呀，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你等等我。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但我现在就回去，你等我啊。
你回来了，回来这么快？你没跟我爸说吧？你真的别这样，你真的不用管这件事情。我和雨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或者交给盛远去解决。而且雨森真的要回医学界，以后不会在双远投入很多心力的。等一下，妈妈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你，更不是因为小林。所以小林以后打算做什么，关妈妈什么事？希光，妈妈是为了自己。来。我给你熬了银耳汤，我们坐下说。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记得。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他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盛阿姨说什么？她说我很有商业上的才华，不过也有点可惜。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盛阿姨说的对。于是我就开始想，离婚这几年。我都在做什么？我喝茶插花，游山玩水，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从来都不是呀。可我为什么要这样？有一天，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我在证明贤惠。贤惠？妈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其实刚离婚那会儿，我是后悔过的。毕竟，相伴20年，怎么会没有感情，没有依赖？我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放弃得太轻易了？好在那段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因为我内心无比的清楚，我越是难过，越要决绝地斩断，否则，只会让自己日渐麻木，面目全非。那会儿。除了内心世界的煎熬，外界对我们的离婚也是传言纷纷。你还记得2年前去参加于阿姨的聚会，为什么和那个徐总吵起来吗？记得。那个人造谣说你和爸爸在公司里争夺权力，分不清大小王什么的，还说你想复合，爸爸不同意。那会儿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说到最后，几乎都认定。你爸爸之所以会出轨，都是因为我太过争强好胜，野心太大，想要盖过你爸爸的风头。我心里觉得很冤屈，我只是认真的在做事情，哪有什么想取代你爸爸的野心？于是离婚之后，我几乎让自己立刻闲了下来。我好像潜意识的要去证明，我江云不喜欢争权夺利，不爱慕名利，没有野心。所以我就喝茶插花，游山玩水。当然，这些事情并没有错，但是我的目的是错的。我竟然在证明我是贤惠的，甘于奉献的。你们外人误会了我，那种感觉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无形的陷阱。我知道哪里不对，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直到在长白山。你抓着我问了那么多问题，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我的女儿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我却在证明自己的贤惠。枉我一向自诩为理智果断，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因为几句人言压抑自己至此，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对不起，妈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但是你有这些想法，也不能怪你啊，那都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对你的影响。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了。那远远够不上。提起远程，99%的人想到的还是你爸，而不是我。
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优秀在哪里？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有穿透时代和环境的魄力。我并没有。那也没事，谁规定不能走一点弯路了？妈妈，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呀，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妈妈的确是已经想通一段日子了，而且我开始在考察一些行业了。不过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出售远程的股份。你爸爸提出的时候，我刚开始还很气愤，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却觉得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新的路，心里无比的清爽。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逢高把股份卖掉，拿更多的现金在手，什么生意做不得？为什么非要捆绑在一起？走出去被人介绍，这是远程集团的江总。所以习光，这才是我决定彻底要出售远程股份的原因。甘为人后那么多年，快到知天命的年纪，却想为了证明自己再搏一把。不，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想去做点事情。习光，你明白吗？明白。我小时候就明白的。我妈妈一直特别厉害，与众不同。我还记得初中有一次，你们出差，把我放到外公外婆家，邻居公公看见了就说：“你女儿又把外孙女扔给你们老两口啦，也太不顾家了，只知道挣钱也不管孩子。”外婆特别生气，外公却很平静地对她说：“我们家阿云的云，是凌云壮志的云，不是闲云野鹤的云，你懂什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你外公外婆也没跟我说过这些。外公外婆让我别讲，他们就是这样的。我考好了也不会夸的，但是隔天会给我加彩。妈妈，你每次去接我，外婆都要特意多买好多菜。说了这么久了，来，尝尝妈妈熬的银耳汤。妈妈，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远的股份吗？真的，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那就是说，我的人生再也不能懈怠了。你不用那么大压力，妈妈呢，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资产投资这个行业。你想自由，依然可以自由的。如果不想做了呢，我们就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你一定要知道，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你还真是对我零要求。妈，无论你做什么，我也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我知道。哎，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啊？小莲开车送你回来的？对啊，我让他送我到火车站，他说不放心。到了以后，我让他上来，他又说不合适，就说在楼下等我，没事了他才回去。那他现在还在楼下呀？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走吧，妈妈现在带你们吃宵夜去。啊，老妈，你居然主动说吃宵夜，你不养生啦？明天再养，今天要人生得意须尽欢。
合同没问题了。林总，那我先回去了。盛董还在等着我汇报。辛苦孟总跑一趟苏州。老板，还没下班吗？在等你一起吃晚饭。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姐他们一起吃饭。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要走了吗？我去关灯。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除了下车要亲一下，下班也要吗？对，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我不需要兄弟时光，和你的闺蜜们改个地点，不要买单。不行，他们都买好东西在等着我了。这样，那你多迟到一会儿。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西瓜，你要吃辣的吧？微辣行吗？不用，一点辣都不要。你怎么加入我完全不辣组了？鱼豆腐好了。你的，谢谢。你的，谢谢。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星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关于我的，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那都是老黄历了，好不好？大家都没兴趣聊了。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他的家事。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远董事长的外孙，然后我们公司的股份原来是盛远的，最近转给了林总。对，我最近就是在跑股东变更手续。
你口风好紧，都不跟我们说。哎呀，这不是没有机会说吗？突然提也很奇怪。天哪！原来林总出身豪门，现在还直接变成了公司老板。这么说起来，我的梦想之一实现了哎！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而我疯狂沾光横走公司。我有个问题，既然是梦想，为什么不是自己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因为我就只有一个闺蜜，可以有很多个。你说哪个实现的概率大一些？有道理。来来来，干一个！祝贺英杰的梦想之一成功！其实不需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也可以疯狂沾光来着。起码吃喝玩乐可以。怎么沾啊？琪琪财务应该知道，除了盛远的股份转让给了宇森，我们公司原本属于远程的股份也转让给了一个叫江云的女士。对，那是我妈。所以靠什么闺蜜的男朋友，靠闺蜜就行了。你说的对，为什么要靠男人？我格局打开了，来。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2天的原因。对呀，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可是好像牺牲了我。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来，你还要再做一次吗？今天不用了。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野猫？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3只小猫在溜达，一家4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嘛。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呀？说不定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妹。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换个脸熟。陈阿姨，我们今天吃什么啊？今天吃火锅啊！你们找到猫了没有？找到了，可是宇森一靠近，人家就跑走了，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是不是饿了呀？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马上就弄好了。要的。哎，谢谢。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哦，够了。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对呀，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你的大学同学思亮，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思亮，喂，习光，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哎呀，刚刚说漏嘴了。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我正好闲着没事嘛，我就叫他来陪我。闲着没事儿是吧？那正好，明天晚上我过生日，请大家吃饭，你一定得过来。哎，来嘛，这不正好顺路吗？蓉蓉有事儿来不了，你再不来，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好吧，那你生日宴几点啊？在哪里？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那明天见啦。
我去通知别的同学。嗯，好。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哦。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1小时起码1条。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这么多要求？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要，任凭聂小姐差遣。到了。玩得开心。晚点见。生日快乐！西瓜，你终于来了！来了。怎么这么晚呀？那不明天再来呢？放这儿吧，就等你了。生日快乐！谢谢。西瓜，你几点出发的？怎么才到啊？我3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看。哦。哎，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到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好喝嘛！来，大家干一个！来，干一个！祝思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呀，席教授能够回来，真是太……啊，席教授。你好。这场会非常精彩，待会儿吃大餐，我生活的很习惯吧。Vincent， 不好意思，很高兴能再见到你。开六，我也是。我猜你一定没想到我和泽胜会来到中国。不，我想过，因为席教授经常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回到中国，所以我想有一天他也会回来。你说的对，还带上了我。不过我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泽胜已经在美国陪伴了我20年，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我陪伴他了，在他任何想去的地方。你说的对，来六，这很公平且充满爱。欧盟1月28号公布了为期10年的人脑计划。有消息说，美国的脑计划也即将公布。原本我还在忧心，担心我们没能跟上步伐，但今天看到了席教授，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我国的脑计划应该在筹备中。据我所知，回国的不止我和我的团队，德国的马普所有数位脑神经学专家和团队也将来到中国。中科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环境。但是现阶段咱们的实验条件和投入的资金，可能和美国还没法比。席教授的一片爱国之心，值得我们尊敬。有句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做科研的不还乡，比锦衣夜行更甚呐。说的太对了。失陪一会儿。雨森。真高兴见到你，席教授，好久不见。谢谢。去年在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我遇到了卜思远院士，他告诉我，中国即将开启脑计划，其中也包括脑机接口。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来中国。我想是时候了，
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老了。最后一句话脱离了实际，就算他90岁，教授也依然会精神活跃的在实验室里。你说的对，但是艾六不爱听，他总是想要说服我早日退休。亲爱的，你起码会健康的工作到80岁。我劝你退休，只不过是吸引你注意力的小花招。你呀，总是有很多小花招，甚至借我的名义骗雨森来相亲，害得我后来请雨森到家里做客都困难了。原来那次相亲是艾六的主意。Vincent， 你很帅，却不谈恋爱，这是不对的。泽生告诉我，中国人都非常含蓄。我的中国同事好几个都是经过相亲找到伴侣，所以我想也许也适合你。正好有一位女士对你有好感。那你也应该告诉雨森，对方那位女士应该也希望雨森知情，不是吗？这我后来就懂了。现在我是著名的美国月老。艾六，你害惨了我。我现在的女朋友非常介意这件事情。Vincent， 你终于恋爱了？是的。我真的很好奇，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是，我很幸运才能遇见。不过她很介意你相亲，这我不理解。你跟那位女士连任何后续都没有，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我可以帮你向她解释。艾利欧，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些爱情的小花招。哦。All right, that's so sweet. 雨森，我回来这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人，听说了你的遭遇，但是都很含糊。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吗？当然可以。我出了一场车祸，左手受了伤，无法再进行精细的手术，所以我只能告别临床，彻底离开医学界2年。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怼，但是时间和我爱的人抚平了我的创伤。前段时间我在长白山滑雪，意外遇到一位急性脑出血的患者，我帮助了他，同时我也帮助了自己。我彻底下定决心，我要重新回到我热爱的行业。天啊，你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对不起，我们刚才才知道。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听起来仍然很惊险。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仍然听得提上心头。是提心吊胆。OK， 你们中国人的成语够残酷，提着心脏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吊着我的胆囊。艾六的成语还是这么独树一帜。他在外国人里中文算好的了。谢谢，亲爱的。雨森，我直说吧，我欣赏你的大脑，欣赏你的智慧。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你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脑机接口的兴趣小组，甚至为此兼修了很多生物工程的课程。可是最后，临床抢走了你。当然，我理解，手术是大脑与双手协同的高端艺术，年轻人很难不去挑战。但是，如果现在双手已经无法配合大脑舞蹈，
那么也许是上天想要安排你走上另一条拯救病人的道路。我们现在时间还早呢，咱们找个地方唱歌去吧。我支持，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行，超哥能减肥。西光，你呢？我可以啊，就是我晚上得回苏州，得早点走。没问题，这附近就有个 KTV， 走路过去10几分钟。我打电话问问。上厕所了，上厕所了。还有包间吗？我们马上过去。有带桌球的吗？行，那就定这个啊。哎，你又犯桌球瘾了。对了，今天庄旭怎么没来啊？他正好有个饭局，撞时间了。饭局也该结束了吧？我打电话问问。嗯。啊，吃的好撑啊！怎么上那么久厕所啊？冻死我了！是啊，这什么天气？本来我以为可以收起冬装了，结果中午突然又降温。倒春寒是这样的啦。话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下一趴？喂，庄旭，你在忙啥呢？我们聚会你都不来，时间不巧，正好今天我同事也生日。那现在该吃完了吧？我们这儿都吃完了，打算去 KTV， 你来不来？算了，我这边还没结束。好吧，怪可惜的。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希光都正好在上海。